嗨，你好，我是熬夜，欢迎回到我们的股市爱巴卡频道。那今天这期呢，主要和大家讲解有关于近期暴跌的 Celsius 还有 SoFi 到底还能不能够投资。那这两家公司呢，我在过往呢都有持续的投资一些，然后并且呢有做一些期权的这个交易的，所以呢我都有持续在关注他们的这个情况。所以今天呢就来从这个价值的角度和这个增长的角度来和大家分析一下，目前这两家公司到底还能不能够投资的。OK， 那在影片还没开始前要提醒各位，今天所有的内容呢纯属我的个人观点，并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场要谨慎。那我们话不多说，马上来开始。OK， 那简单回顾一下我们的这个仓位啦。OK， 那我们的这个仓位目前呢，就是近期呢，因为股市回调的关系呢，我都持续在这个社群里面和大家做这个分享的，就是我在持续的建仓这个 Meta 还有这个Microsoft 的，所以这两家公司目前的这个持股呢，都是持续的在上升。所以呢，可以看得到，目前呢，它占我的这仓位应该也有一个4-5% 的这个水平。那当然，这个eToro 的平台只是我其中一个券商而已，我还有用其他的这个券商。OK，Anyway，这边主要是给大家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概览这样子。那目前比较大的这个持仓还是这个谷歌。那可以看得到，谷歌呢，就是两个谷歌的这个就是股票加起来是有差不多16%的，那已经超过了这个英伟达的这个状况了。所以谷歌我还是持续看好，所以呢还是会持续的去持有它的。好，那我们回到来今天的这个第一个就是股票的这个分析，就是这个 Celsius。那其实 Celsius 呢，我应该是在前年这个写错字，前年2024年的时候呢，我就有建仓一些，那时候呢这个股价从高点跌了70%，所以我就有做一个建仓这样子。那这边来看一下目前 Celsius 的这个股价的一个趋势啊。那如果从今年至今的话，它已经跌了20多个%。那我们看一下我当时候呢是在2024年11月嘛，2024年11月它已经跌了蛮多，20多块的时候就有买入它。那现在呢，虽然涨了之后又开始回跌下来，但其实我的持仓成本呢还是低过现在的这个股价了，所以还是有一个获利。我看一下是多少个%啊？还是有一个获利30多个%的。OK， 好，那等下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接下来对它的这个操作。我们先来讲一讲它的这个利空的这个原因。那我们几个利空原因，我最近呢就看一些这个财报，还有这个分析师的这个分析，他们对于这个 Celsius 的利空呢，主要有3个原因。那第一个呢是这个增长放缓，因为他们觉得开始增长放缓了，收购的这个公司呢，它的业绩是拉垮的。比如说他收购了这个 Rockstar，Rockstar 其实它的这个年度的这个增长是下滑，并没有增长。OK， 那第二个呢是 Walmart 它推出这个比较便宜的这个运动饮料，所以呢会冲击到 Celsius 它原本的这个运动饮料的这个市场。那第三呢就是大家发现到它海外业务呢，虽然说有要扩展，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带来任何的比较实质性的这个增长，所以呢还在这个布局还在扩展的这个阶段，所以比较乏力的。OK， 所以呢主要这3个原因让大家就觉得股市觉得说，它的这个以前高增长的那个叙述就不在了，开始放缓了。然后呢再加上目前呢也是有这个股债，所以双重的打击之下呢开始这个股价有一个下滑的。那其实呢我之前呢买入之后2024年年尾买入之后，我就没有去买它的，因为我觉得它那时候就是2025年它估值涨了一波，就是估值太高，我就没有买它，所以就一直放着到现在这样子。OK， 但是呢我还是保持对它的这增长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信心的。OK， 那我就简单来看一下和大家分享一下它的财报的一些状况吧。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的业绩呢是感觉是有就涨上去，但是感觉很像比较乏力的一个状况。但是从这个市占率来看的话，那目前呢，它已经达到了这个市占率是11% 的。OK， 那如果呢加起来它的2个就是收购的公司，这个阿纳里还有这个 Rockstar 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市占率呢是19.9%。所以你从长期的趋势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市占率呢，的确呢，虽然是透过收购的方式，但的确还是有所增长的。
OK，然后呢，其他的这两家这个巨头就是这个 Monster 还有这个 Red Bull 呢，都是有持续在因为它的这个市占率抢占的这个关系呢，有持续在下滑一些的，所以我觉得这样还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趋势了。那第二个重点，你可以看得到那个分析师就说，海外业务都涨不上来，但是它其实有潜在的另外一个优势，就在于现在的海外业务呢，其实占它的总体的这个业务呢。就是几都不到，OK，可能只有3%而已。但是呢，也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海外业务本来就很弱，那如果未来有一天它的这个海外业务开始有所增长、有所扩展的情况下，那它就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增长线，可以让的业绩再次的带起来。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海外业务虽然现在很小，但是呢，它是一个机会来的。OK，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让我愿意继续去持有它。OK，那我也再来回顾一下，它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收购了一家公司，这个 Rockstar，对比去年是下滑了11%，然后呢，另外一家公司这个阿纳里怒。那其实呢，它是就增长了100多个%，是翻了一倍它的那个业绩，所以我觉得这个业绩翻了一倍，它在明年这个趋势应该还会再持续下去，可能没有再继续100%，但是如果来一个50%、60%，这样也是非常足够的。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呢，刚刚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阿纳里呢，其实占这个市场份额本来就有6点多个%，所以呢，它的这个贡献呢是蛮大的。对于整个它的这个业绩的这一个增长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呢这个6点多个%呢，它对比起销售原本自己本身的这个业绩呢，已经占了差不多有一半更多，就可能50、60个%。所以呢，这个业绩上面的这个贡献呢。如果它再去增长上去，那它其实对这个公司的 revenue 还是可以有持续的带动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它未来几年的这个业绩上面的这个增长我们可以看得到未来几年它的业绩呢，2027年分析师预计只有10%、9%、2%这样子的一个状况。OK，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觉得如果阿纳里可以持续的再增长上去，然后海外的这个业绩有一些新的这个增长的话，那其实呢，他们还是会调高它的这个 revenue 的这个增长的。OK， 那就算没有调高，保持这样分析师的这个预计。那目前的这个估值，我觉得还是有点被低估的，因为你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 forward 是20多，然后2027的 forward 是16，而且是以这种比较放缓增长的一个预计去看它的这个业绩的。那我们对比一下这个 Monster 就知道，它其实是有被低估的。OK， 那这边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我经常使用的做投资功课的一个平台，就是这个 Stock Analysis。那大家也可以用我们的这个链接去免费就可以注册了。然后呢，你如果升级想要看到更多的数据的话，那只是需要$71个月而已。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用的，我自己用了很久，我已经是付费用户，应该好几年的这个时间了。OK， 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这一个Monster， 那 Monster 这边呢，它过往的这个业绩增长其实就是10多个%，10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了。OK， 然后呢，我们再看它的这个 margin 也是50多的这个gross margin 是非常强劲的。那饮料公司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水平。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估值，我们去到这个 ratio 这边，我们看到这个 PE ratio 这边估值，那其实过往它的这个估值呢，一直都是在30多的这一个水位的。所以30多，而且是30多是高位，就是38、37这样子的一个水平。OK，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家公司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Celsius。OK， 那 Celsius 我们看它的业绩，那过往增长是很强劲的，100%、80多个%这样子的这个增长上去的。然后呢，这个毛利率呢也是一样，是很高的，也是有50多个%，都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是从估值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现在虽然说估值是比较高，但是我们投资是看未来的嘛 ，OK？ 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forward 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目前呢，它的这个估值呢，在接下来营收赚进来之后，它的这个估值会去到21到17这样子，所以呢是稍微有点被低估的一个状况的，对比起就是
这个他的这个同行，而且他有在就是抢占一些市场份额的这个情况。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是相对来说是被低估的。OK，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而我觉得可以再继续去持有它，并且呢，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潜力的。但是呢，因为这种公司呢，它波动性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而且第一个重点就是它的股价也比较便宜，所以我经常呢都会做这种公司呢去做这个 sell put， 然后赚取一些这个权益金。那就算没有买到也没有关系，因为我本来就不是特别去。很想要投资这类型的公司，特别我比较大的这个仓位还是那些科技巨头，他们的护城呢是比较高的。OK， 那现在这家公司，我们从这个我们的估值模型计算来看的话，它的潜在价值呢只有20多个%。那我觉得是稍微被低估，可能说是合理的一个价格吧。OK， 是合理的价格，然后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潜力。然后呢，我会持续持有，并且会做这个 sell put。所以你可以看到，目前我的这个仓位呢是。还是有一个获利30多个%啊 ，OK。然后呢，我有做这个sell put 就是近期才做的这个 sell put 是差不多45天期的这个 sell put 前几天做的，那已经因为股价反弹的关系，所以它已经获利20多个%。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一个 New Bank 也是有做这个 sell put 的，已经获利50多个%，还算是蛮不错，所以这个是我目前对于这个 sales 的操作。好，那我们来讲讲另外一家公司这个 SoFi，OK， 那 SoFi 其实可以看得到，今年呢股价呢也是大跌了一个40个%左右吧，OK， 所以大家它是一个热门股，很多人都会特别的关心，OK， 到底还能不能投资然后这个没有这个加息的压力等等，金融危机等等这一个就是霍尔木兹这一个。海盗的这个情况等等的，油价有压力。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这个财报上面这个状况，到底为什么会做这个利空？那第一个原因呢是这个坏账率呢是有所提升的，所以可以看得到它目前的这个坏账率呢是有所提升的一个情况，对比起过往的这个趋势，它是有所提升的，这是第一个原因，大家开始。对它的这个balance sheet 这个财务报表是有点担心的。那第二个呢是它的 B to B 的这一个业务呢是放缓的。那过往呢，它的这个 Tech Platform Account， 它除了做这个贷款的业务以外呢，它也提供这个金融的这一个平台给其他的这些银行或者是金融机构去使用，去给他们搭建那个平台去套上去，然后呢，它就有一个收费这样子。所以目前呢，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业绩原本是增长了，在这个 Tech Platform 的这个增长但是呢，在2025年，其实一整年下来是有一些银行等等的，他们就不要金融机构就不要再去续费了，所以呢，就有一点下滑的一个趋势。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二个比较利空的原因。那再来呢，我们也看一看它有没有一些利好的一个状况。那利好的一个状况呢，我觉得就是它的 fee base 的这个业务呢是有在提升的。就是说呢，这个SoFi 它以前是靠贷款起家的，但是贷款其实它本身的这个财务上的这个压力呢是非常大的，因为它要计算到它的这个 balance sheet。那如果贷款呢，这个就是经济危机等等，有什么三长两短这个财务上面的这个情况，那其实呢，对于它整个公司呢，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OK， 他可能要去融资，要借更多的钱等等，或者是搞不好会破产等等。但是呢，他的这个 feedback 业务呢是有在提升，就是他已经不再只是做这个贷款业务而已，他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给人家去投资，给人家去做这个保险，给人家去做这个融资等等的这个情况，所以他。做这样的一个服务，做这样的一个平台，大家可以在它平台做各种各样的这个金融的这个服务，那他就从中呢收取一些费用，然后他也把他的一些这一个债务，人家借的那个钱的那个债务打包出去去外包给其他的这个金融机构的这个情况，然后再收取一些费用，所以这样的一个操作之下呢，让他的这个 fee base 的这个 revenue 呢是历年来都持续在提升的。所以呢，就是这个 fee base 这个占它的营收呢，已经达到了40多个%。我觉得呢，这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状况，就不再只是依靠贷款而已了。
一个商业模式。OK， 那第二个呢，就是他拿到执照之后，拿到银行的执照之后呢，他的融资能力呢就大大提升。因为呢，如果你没有执照，你那个用户不能够把钱存在你的那个平台可能只是放一点点的这个钱而已。那现在呢，他这个用户可以把他们的这个钱呢放进去他的平台，所以就变成一个线上的这个银行，不需要再去到这传统的这个线下的这个银行去到柜台搞很多的这个手续费。搞很多的这个时间上面的这个排队的成本，所以就可以完成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对于现有的这个金融行业来说的一种非常创新、提升效率的一个方式。然后呢，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它的融资能力呢也大大提升，很多的钱不需要再去借钱来去做那一个贷款的那个业务了。OK， 所以可以给他省下很多的这个成本。好，那再来呢？它也是从这个重资产慢慢转型到这个中轻资产为什么我没有直接说这个轻资产呢？因为呢，它本身就是有做贷款的，所以它怎样来说都好，他都会需要就是自己承担一些那个借出去的那个贷款的，还是会放进去他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的。OK， 好，那这个所以他就变成中轻资产。那他目前呢承担的这个贷款的这个占他本身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的话是57%。那我们用了我们的这个 AI 的工具去做这个分析之后，他也是这样子做这个解答的。目前 SoFi 自己承担的这个贷款。占它的这个贷款多少个百分比？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是57%的。那剩下的呢，它就43%就外包给第三方的合作伙伴。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以降低它的这个财务上的这个压力的。OK， 所以回顾来说，SoFi 我觉得还是有这个未来的增长的一个潜力的。OK， 然后第三个最后一个这个利好就是可以看得到近期呢，其实他们的就是 insider， 就是管理层的这一个买卖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那其实呢是有 CEO 等等，他们都是有自己去买一些这个自家公司的这个股票，所以呢很像在投资上面呢是这样子的，就是管理层呢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呢去抛售那股票，他要去套现也好，他要去就是赚一些钱也好等等的总会有抛售那个公司的那个股票的，但是呢，购买这家公司的股票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对这家公司的这个价值呢是非常的有信心的，他对于公司未来发展是比较有信心的。OK， 所以目前呢，这个买的这个数量呢是多过于这个卖的，所以这个还是蛮不错的一个利好的一个信号来的。OK， 那过往呢同样的就是过往我也是。已经有平常一些这个手法已经结算这个盈利超过100多个%了。那之前呢，我也是有在我们的社群里也是有提到，在过去去年的时候，我也是讲说现在估值有点贵。那之前我已经有平仓一些，剩下一点，然后继续让它跑。因为呢，线上金融服务市场在美国呢还是没有普及化，还有很大的这个市场空间的。所以呢，当时候我没有买的话。我没有买这个金融业务，这个 SoFi 我是选这个 New Bank 的New Bank 当时候是比较有价值空间的。那当时候的这个决策呢，也是比较正确的 ，OK。所以呢，我卖了一点之后，然后就放这一点在那边 ，OK。然后没有继续再做这个加长的。那目前来看的话，SoFi 目前我计算了它的这个估值。那我觉得还算是一个合理的OK， 然后呢，它算是小公司，有一点增长潜力，它有新创的模式、轻资产的这个方式，去在这个稳定增长的数字化的这个金融行列里面去发展，那我觉得算是一种比较高波动性的这个成长股吧。那我自己本身呢是做这个期权是更加值得的 ，OK。那我做的话就是做这个期权的这个卖家，因为呢SoFi它的股价是很便宜的。所以呢，比较能够做这个期权比较轻松，可以做，不需要做两腿的那个期权，做单腿的期权就可以了。然后呢，因为它的股价波动性也比较高，所以它的权益金额也比较丰厚。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就做期权的卖家，就 sell put 或者是 sell call 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也可以看得到，我看一下我的这个 Momo 的这个平台好了，看到我这个 Momo 的这个平台。目前呢，我们也是有做一个 sales 的这个单子，也是前几天才做罢了，然后就已经涨了40多个%。
还算是蛮不错吧 ，OK， 还不错的一个水平。因为 Celsius 它的股价很便宜嘛，所以你做期权，你做单腿，你就纯赚那一个权益金算是蛮 OK 的。然后我有做这个 Netflix 的这个期权，那是做双腿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需要双腿，因为 Netflix 的这个稍微贵一点，它的这个股价但是已经有获利70多个%的。算是蛮不错的 ，OK， 好，所以呢，很像对于这种短期就是波动性比较大的公司呢，我通常都会做这个期权来去操作的。OK， 那如果呢你对于这个期权有兴趣，想要赚取这个每个月的这个现金流的话，那呢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期权现金流期权的大师班呢已经准备要上架了，预计呢会在4月18日的时候上线。那如果你对于这个期权有兴趣，想要用期权的方式呢去每个月赚取现金流，并且在不同的这个股市，比如说熊市牛市或者是横盘的时候呢，都可以去赚这个现金流的话，那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等候名单。那等我们这个上线的时候呢，就会第一时间获取通知。那到时候你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课堂当中。所以目前总结来说的话 ，Celsius 跟 SoFi 目前他们的估值呢，相对来说都是合理的。那当然，他们也是比较小的公司，所以呢，他们的这个股价的波动性都是比较高的。再加上他们的股价还比较便宜，所以呢，我个人本身呢都会趁机呢做一些期权来赚取一些现金流的。然后呢，我也不介意，如果期权碰到行权价，我持有他的公司的股票，那因为我都是小额去持有而已，所以呢，还蛮看好他们的一些比较增长的一个潜力，但是不会有太大的这个仓位，因为呢，目前来看的话，目前比较有潜在价值空间，然后比较被低估的话，还是这些巨头，比如说这个 Meta， 比如说这个微软，还有这个谷歌的。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有关于今天的这一个投资分享，那也别忘了加入到我们的现金流期权大师班的这个等候名单，那到时候上架的时候呢，你就会第一时间获取通知了。谢谢大家，我是郝烨，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